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说一说韩国烧脑片《杀人者的记忆法》。男主角老白是宠物医生，因为得了老年痴呆，只要脸一抽搐就会失忆。女儿小花送了老白一个录音机和一根写着他们家住址的项链。新闻上说最近爆发了连环杀人案，刚刚在海边发现了一具尸体，老白赶紧翻出自己的鞋子看有没有泥。他为何如此紧张呢？因为老白自己就是个连环杀人犯，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十几年，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老年痴呆再次杀人。为了强化记忆，老白开始写备忘录。我们得知他第一次杀人是年轻时亲手打死了自己有家暴倾向的父亲，之后又杀了家暴的生鱼片老板、虐待狗狗的女主人、奴役迷路孩子的流浪汉等人渣败类。死者的尸体都会被埋在一个竹林里，直到17年前，老白在竹林里杀了一个女人，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撞到了头，从此就再也没有杀过人。而失忆症很可能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这天，老白因为大雾追尾了一辆车，车牌号是 XPP-SDP。老白下车查看，发现这辆车的后备箱渗出了血迹，直觉告诉老白这货是个同行啊。老白偷偷用毛巾蘸了一些血迹藏起来。车主叫小黑，他表示血迹是因为自己今天撞到了一只傻狍子，还说这次事故是意外，不用老白赔偿。老白却执意让对方收下了自己的名片。回家的路上，老白打开录音机开始录音，说他很确定对方就是最近的连环杀人犯。回到家检测了一下毛巾上的血迹，果然是人血，不是狍子血。老白立马打电话报警说，车牌号 XPP-SDP 的车主是个杀人犯。殊不知小黑本人就是警察。同事把这个报警电话当成了笑话，因为老白的这通电话反而打草惊蛇。小黑根据名片上的地址来到了老白的宠物医院，虽然没见到老白，但是遇到了老白的女儿小花。凭借自身演好腿长有车有房的条件，小黑顺利攻略了小花，两个人开始谈恋爱。老白虽然经常失忆，但是杀人的动作和习惯不会跟着记忆消失。有一次，老白把小花误当成了自己最后杀的女人，差一点掐死了自己的女儿。老白来到了自己姐姐所在的修道院，说想离开小花来这里养老，之后又听从小花的建议去文化中心参加活动。村西头的王寡妇看上了老白，死皮赖脸的上了老白的车。在车上，老白发现小花居然和小黑在一起，赶紧下车准备阻止，但偏偏在这时候再次发病失忆。就这样和女儿打了个招呼，老白又被王寡妇拽上了车。失忆的老白一脸懵逼的问大婶你哪位啊，然后就把王寡妇给赶了下去。之后老白拜托派出所的所长调查了 XPP-SDP 这个车牌号，再加上自己的录音，终于想起来警察小黑很可能是个连环杀人犯，接近自己女儿绝对是图谋不轨。老白把沾血的毛巾给了所长让他去化验，然后跑去威胁小黑让他离自己女儿远一点，又把女儿锁在家里让他1个星期不许和小黑见面。老白跟踪小黑来到了他家，打算先下手为强，谁知道这时候又犯病了。等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在自己家里和小黑谈笑风生。送走小黑以后，老白质问小花，让你1周不许见他，为什么还把他往家里领？小花却说1周早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你让我把小黑带回家的呀。看来自己的失忆症越来越严重，老白担心总有一天会亲手杀死小花，所以把小花的照片放到了项链里，时刻提醒自己。所长找到了老白，说经过化验，毛巾上的血迹确实是傻狍子的。难道说小黑真的不是连环杀人犯？凶手是失忆后的老白。晚上，老白在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被潜入家中的小黑绑了起来。小黑说沾着血迹的毛巾早就被他调包了，他把老白备忘录里关于小黑是杀人犯的描写全部删除，紧接着用老白的手机拨通了王寡妇的电话，之后对老白说自己会杀死小花，并且让老白当替罪羊，然后一针扎晕了老白。老白醒来以后赶紧叫了辆出租车，拜托姐姐带小花去修道院躲起来，然后跟踪小黑来到了他的秘密基地，在冰箱里发现了一个 DV， 录像显示连王寡妇也被杀害了。老白把 DV 给了所长让他抓捕小黑，但是小黑不但自证清白，还拿出了老白和王寡妇通过电话的证据，并且怀疑小花也被老白所杀。老白说自己是被小黑冤枉的，还说自己已经把女儿送到了他姑妈所在的修道院，而小黑却说小花根本就没有姑妈，老白的姐姐早就死了。老白发现手机里确实没有姐姐的电话，他开车来到修道院，发现那里早就成了一片废墟，这才记起姐姐在自己小时候就已经上吊自杀了。同时他也记起17年前杀的最后一个女人就是自己出轨的老婆，并且当时得知小花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本来打算回家杀小花，结果半路遇到车祸撞到了头，所以把这段记忆遗忘了。看来自己真的是杀人凶手。老白打开了录音机，一边听一边决定自我了断，这时却听到了小黑说要杀小花的声音。老白想起了那天晚上碰到了录音机，意外打开了录音，小黑确实就是杀人凶手。现在小花非常危险，但是如果自己的修女姐姐不存在，那老白那天到底把小花送上了谁的车呢？老白把小黑承认自己杀人的录音放给所长听，所长孤身一人来到小黑的秘密基地救人，却被小黑勒死。小黑向小花坦白，自己小时候制止了父亲对母亲实施家暴，却反而被母亲用电熨斗打伤了头部，从此杀掉爹妈，走上了变态杀人狂这条不归路。故事的最后当然是老白赶到，杀死了小黑，救下了小花。老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然而片尾老白离开医院来到了铁道上，他拿出了项链，上面的照片不是小花，而是小黑。小黑也真的出现在了老白的面前。到这里整部电影都已经说完了，但估计大
大部分观众都被这个结局搞懵逼了。偏偏大胆猜测，其实小黑只是一个普通的善良警察，全片只有老白一个连环杀人犯，在得了老年痴呆以后再次作案。同时，老白又患有精神分裂，杀人犯小黑以及相关的证据和情节都是老白幻想出来的，或者说想象中的杀人犯小黑就是老白的第二人格。证据如下：第一，结局的时候，警方调查了老白的备忘录，关于小黑是杀人犯的内容并没有被删除，而录音机是需要按住录音键才能录音的。老白醒来时脖子和手腕也没有勒痕，这些都证明那天晚上小黑夜闯老白家的所作所为都是老白想象出来的。第二，老白杀死了家暴的父亲，按理说一家人应该回归平静的生活，但是姐姐却自杀了，母亲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再次证明想象中的小黑杀掉父母的经历就是老白自己的经历，杀人犯小黑就是老白自己。第三，所长很可能也是老白幻想出来的，这样才能解释所长在发现小黑是凶手之后，不但不上报警局，反而要孤身一人千里送人头的弱智行为。第四，片中小黑绑架小花以后，对着镜子摘掉了自己的一片头骨，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只可能是老白幻想出来的。第五，老白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杀了很多人，但真正该死的只有我而已。下面偏偏去掉老白的幻想部分，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还原给大家。老白年轻时不堪忍受父亲家暴，将父亲掐死，没想到却遭到了母亲的阻拦。老白失手将母亲也杀死，姐姐因此上吊自杀。为了逃避现实，老白自己骗自己只杀了该死的父亲，没有杀母亲。姐姐也没有死，而是被想象成了修女替自己赎罪。同时，为了让杀死父亲这一行为合理化，老白开始杀人，杀的都是和父亲一样的人渣。后来直到结了婚有了女儿，老白发现了老婆出轨，杀掉了老婆和第三者。得知女儿小花并非亲生，老白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挣扎，到底该不该杀小花？毕竟小花还是个孩子，杀她不符合自己只杀人渣的原则。此时发生车祸，老白撞到了头部，遗忘了女儿并非亲生这一事实，并且再也没有杀人。17年后，女儿长大成人，老白患了老年痴呆，因车祸留下的失忆症也越来越严重，在失忆时就会变成第二人格。由于妻子出轨，这个第二人格无视只杀人渣的原则，专杀年轻漂亮的女人，而主人格对此并不知情。在一次杀人抛尸以后，老白追尾了小黑的车，主人格怀疑小黑是杀人犯，其实小黑只是一名普通警察。在老白报警之后，小黑也开始怀疑老白是杀人犯，所以来到老白的宠物医院，由此认识了老白的女儿小花，两个人开始交往。老白的主人格认定了小黑是杀人犯，并且幻想出了小黑夜闯自己家，删除自己的备忘录，嫁祸自己，杀死王寡妇这些事情，甚至想象出了一个帮助自己的派出所所长。其实王寡妇根本就是老白自己杀的。小黑也通过调查确认了老白就是他们要找的连环杀人犯。出于对女朋友安全的考虑，小黑把小花送到了树林中的秘密基地。老白的主人格前来救女儿，杀死了他心目中的杀人犯小黑。警察赶到，抓走了老白，并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老白终于发现了自己才是唯一的连环杀人犯，想象中的小黑只是自己的第二人格。所以片尾的时候，老白说小黑还没有死，自己要去杀死他来保护自己的女儿，然后来到铁道上准备自杀。当然，这些都是片片的推测，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给片片留言讨论。开放式的结局让不同的人分析出不同的解读，才算是一部优秀的悬疑烧脑片。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喜欢看悬疑烧脑片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小片片说大片，拜了个拜。